在人际交往中，如何轻松驾驭任何一段关系，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。人性的弱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探讨这一课题的契机，揭示了许多宝贵的社交技巧。其实，社交关系的本质是实力的反应。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句话，你和任何人的关系，其实并不取决于你对别人有多好，而是取决于你的强弱，手上筹码的多少。人们对强者宽容，而对弱者苛刻。为了进入更高的圈层，许多人努力社交，结识更多人脉。然而，没有价值的努力注定徒劳。社交关系的决定因素永远是你的实力。强者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在社交上，因为人脉会主动找上门。没有实力的人，无论再努力结交人脉，也难以被接纳。当你强大了，关系自然会来。心理学家丹·艾瑞里曾指出，所谓的关系不过是一场精确的匹配游戏，最重要的是门当户对。你越强大，朋友越多，人脉越广。任何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你实力的影子。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，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其实并不取决于你对别人有多好，而是取决于你的强弱，手上筹码的多少。人们普遍对强者比较宽容，而即便弱者没有做错什么，也会被苛刻对待。现实中，很多人都忙着社交，想认识更多的牛人，结交更多的人脉。可到头来你会发现，你若没有价值，即使挤破头，也无法进入更高的圈层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决定你社交关系的，永远是你的实力。实力弱小的人根本不配有圈子，因为你在别人眼里也什么都不是。真正实力的人反而不需要在社交上花什么心思，因为人脉会自动找上来。这个社会最残忍的现实就是，强者没有社交，弱者没有圈子。强者没有社交。作家姜蓉曾被评选为中国最不合群的作家。2004年，他发表了小说《狼图腾》，短短几年销量就超过了650万册。成名后的姜蓉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参加各种研讨会、交流会，反倒选择淡出人们的视野。每年都有很多媒体记者找上来，想要采访他，邀请他出席活动。可对于这些交际应酬，他毫无兴趣，总是一概拒绝。他始终游离于主流之外，潜心闭门写作，这也让他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作品。这让我想起媒体人金科说过的一句话：以前有人告诉我，你要积累人脉，你要人际交往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只要你足够强大，这些都不是必需品。真正的强者不需要社交，也不需要去维护关系。对他们来说，集中所有精力提升自我的能力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。新裤子乐队的主唱彭磊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。别人都想要认识大佬，为自己积攒人脉，他却在人际交往方面异常冷漠。他有个原则，通讯录里每增加一个人，就要删掉一个人。在一个节目中，李诞强行加了他微信，他面露难色，徐峥已经被我拉黑了，下一个删掉宁浩或者陆川吧。比起社交，他更喜欢一个人鼓捣乐器、写词、练歌。独来独往的他，一心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，打磨出了一首又一首金曲。这也让他成为各大节目争相邀约的对象。作家寇世奇说，强大的人往往都很少有社交生活。在他们看来，人与人之间相互客套，彼此攀扯，不过都是在浪费时间。与其在各种关系中消耗，他们宁愿选择独自修炼。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社交能力，而是懂得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身上。当你开始懂得这一点，你就能不断精进，活成自己最理想的样子。弱者没有圈子。极简历里有句话，当你没有达到更高层次的时候，所有的人脉都是不值钱的。如果你不够优秀，那些所谓的人脉圈子就通通是个笑话。李雪琴曾在采访中分享过一段经历。在纽约留学期间，
他曾参加了一场纽约的北大校友聚会。前来参加校友会的人，在纽约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要么有极高的社会地位，要么有丰厚的身家。为了参加这场聚会，李雪琴特意化了精致的妆，还穿了高跟鞋。可去了以后，她发现根本没人搭理她，即便她主动向别人介绍自己，对方也只是笑笑，并没有想跟她认识的意思。也有人要了现场很多人的微信，唯独忽略了她。这让李雪琴忍不住感慨，没有实力，在哪里都只能是个小透明。李雪琴的经历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真实写照。他们忙于各种聚会，混迹各种圈子，目的就是拉关系，找机会。可如果没有实力，哪怕你削尖了脑袋，混进再牛的圈子也没有任何用处。商业记者许峰讲过一个故事。前2年，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办，很多世界500强副总裁级的高管都前来参加。当时某个小企业的经理找到许峰，希望他能带自己参加闭幕会晚宴。碍于情面，许峰便带他去了。这个经理本想通过这次机会结识一些业界大佬，可没想到去了以后，他四处发名片，大家却都选择无视他。后来每次谈及此事，许峰都感慨，一个人的级别层次不够，即使混进了高端圈子，也得不到接纳。周国平说，社交场上的主宰绝对不是友谊，而是利益或实力。你的价值决定着你在社交场里的位置。没有实力加持，那些偶然得来的人脉资源不过是虚假的泡沫。你太弱的时候，钻进再多的圈子，见到再多的大佬，最终也只能沦为圈外人。3. 当你强大了，关系自然都来了。心理学家丹·艾瑞里说，所谓的关系不过是一场精确的匹配游戏，最重要的是门当户对。一个人只有足够出众，才能拥有底气去匹配和吸引其他出众的人。编剧陆之 J 早年刚进写作圈时，给自己印了一盒名片。他整日奔走于各种读书论坛，舒展签售，想认识一些同行，也为自己找点资源。结果现实却让他不断遇冷。有人不理睬他，有人冷冰冰地拒绝他，还有人接过名片看一眼，直接就扔了。那段四处碰壁的日子，令陆 JJ 彻底醒悟，你不强大，没人会正眼看你。此后，他不再四处瞎混，而是专注创作剧本，最终拿下几个编剧大奖。成名后，业内许多同行前辈都纷纷主动找上门来。这个社会的通行法则是，你弱小的时候路人最多，你强大的时候朋友最多。当你优秀到了一定地步，拥有人脉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主持人乐嘉一开始做的是培训工作。一次，朋友介绍他去见一个老板，想承揽对方公司的培训业务。那位老板看到乐嘉的中专学历后，嘲讽说，大学都没读过，你有什么资格讲课？这句话让乐嘉深受打击，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若不够强大，就会永远被人瞧不起。之后他开始拼命学习，每天都坚持读书写作。通过这样不间断的努力，后来他被《非诚勿扰》栏目组相中，迅速走红。爆火以后，前来找他寻求合作的人从此络绎不绝。作家连岳说，不要担心没有人脉，要担心自己没有成长。实力弱的人到哪里都是靠边站，强大的人才能看到别人的好脸色。与其四处钻营，拼命挤圈子，倒不如努力提升自己。人脉是实力的副产品，你只有强大到一定地步，才能拥有真正靠谱的社交关系。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在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任何人际关系其本质上就是交换关系。社交关系本身就是量体裁衣，你有多大本事，能提供多少价值，就进多大的圈子。社交关系就像天秤，一端压的是自己的实力，另一端才是你可以撬动的资源。别再把时间用在无效社交上，在实力分高低的社会，提升自己才是王道。人脉如网，只有把自己修炼强大了，
这张网才能越织越广，越织越牢。芝加哥大学做过一项研究，他们耗时2年，走访了上百个城市，来研究成年人最希望学习哪种课程。结果表明，除了健康之外，成年人最关心的就是与人相处的问题。阿德勒说过，人的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。与人交往，关系若是处理不好，就会不断内耗，身心俱疲，直接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怎样才能在一段关系中游刃有余？在《人性的弱点》这本书中，人际关系学大师卡耐基会告诉你答案。1. 没有人能拒绝别人的赞美，你的对手也不例外。卡耐基在书里讲到过施瓦布的故事。施瓦布是全美最早实现100万年薪的商人之一，在他38岁那年，更是拿到了每小时3000元的高薪。当时他被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内基看中，出任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。短短半年，他便凭借一己之力将公司扭亏为盈。有人问他，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成功秘诀？他却微微一笑，讲了这样一段经历。有一次，一位高管因为误判，令公司投资的生意亏损了上百万美元。换作旁人，肯定会大动肝火，怒骂这位高管。但施瓦布却不一样，他将高管叫到办公室，称赞他成功保住了60%的投资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他说，即使作为高层管理者，也有比这糟得多的时候。高管听后深受感动，不仅努力弥补损失，后续还给公司带来了更大的收益。施瓦布说，没有人能拒绝别人的夸奖，而自己最大的能力就是通过赞美来激发员工的热情和潜力。弗洛伊德说，人类可以防御他人的攻击，但对他人的赞美无能为力。人性中最深层的动力，其实就是对重视的渴望。每个人都渴求着他人的欣赏，希望对方能夸夸自己。可现实中，多的是上司对员工的批评，丈夫对妻子的批判。纵然他们树立了威严，却也无形中浇灭了对方的热情，使彼此产生隔阂。永远记住，人最本质的需求是认同感。想要别人听你的话，夸比骂好使，鼓励比指责更有用。拥有欣赏别人、赞美别人的能力，你的社交之路也会越走越顺利。2. 你想要获得便利，就要学会让别人占便宜。卡耐基曾给领导者提了5点关于社交的建议，位列第一的便是忘记自己的私利，关注对方的利益。正所谓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你若想从别人身上获得好处，最重要的便是先要让别人占便宜。有网友谈及自己家门口的2家蔬菜店， A 店总是门庭若市， B 店却门可罗雀。按理来说，2家卖的东西质量和价格都差不多，客流量也理应平分才对。但现实的情况却让网友很疑惑。他开始暗中观察，1周过后，他果然发现了其中的端倪。原来，当顾客在 A 店结账时，老板总是先说出总价，然后强调一声给您抹个零。听说顾客要做拌凉菜或者煲汤，他还会贴心地附赠一把小葱或香菜。碰上水果上心，他更是热情地送给大家尝鲜。反观 B 店，老板虽然也没缺斤短两，但他从不抹零，也从不送菜。顾客觉得占不到便宜，自然也就不想再去他家买东西。俗话说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人性就是如此，哪里有利益，人就更愿意去哪里扎堆。让人家觉得你有利可图，人家就更愿意与你交往，为你付出。任何一段长久的关系都离不开价值的交换。当你能够想他人之所想，先满足对方所求，他自然也会成全你。3. 人人都喜欢好人，但没人喜欢老好人。卡耐基曾在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：每个人都喜欢和好人交往，可人一旦善良过了头，这个好人就会生出一种廉价感。
大家会默认这样的人不值得被尊重，于是谁都会来踩上一脚，让你遍体鳞伤。梁晓声就曾在节目中遇到过这样一位读者。这位读者说，自己前几个月刚开了一家饭馆，生意也还不错，但最近有件麻烦事，让他吃不好睡不好，每天都困扰不已。起因是在他饭馆开业之初，曾邀请几位朋友来免费品尝，没想到其中一人把他当成了免费饭票，不仅自己每天来蹭饭，还带着亲戚们来白吃白喝。读者想委婉地提醒他，自己经营不易，但又怕说得不好，会伤害彼此的感情。梁晓声听后建议他直接挑明。当读者鼓起勇气亮出自己的底线后，这位朋友反而开始尊重他，每次吃完饭都乖乖付钱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很多时候，人之所以活得痛苦，就是因为习惯了退让。你越好说话，别人就越觉得你没实力；你表现得越软弱，别人就越敢肆无忌惮地压榨你。人性本就是欺软怕硬，你若执意当个老好人，就别怪别人看不起你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你可以温顺，但必须长出爪牙；你可以不伤害别人，但一定要有伤害别人的能力。因为只有当你变得不好惹时，你遇见的每个人才会和颜悦色地对待你。4. 想让别人听你的话，除非你擅长倾听。在人性的弱点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纳菲尔管理着一家燃油公司，他想为一家大型企业提供燃油，可很长的时间内，他派出去的业务员都屡屡碰壁，对方始终不为所动，坚持跨越数千里从外省进货。纳菲尔百思不得其解，以为对方不愿意和自己合作。偶然的一次机会，商界组织了一场辩论赛，他和对方公司的经理恰好成为队友。在得知经理是辩论老手后，纳菲尔决定亲自去拜访对方。本来纳菲尔都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，但最终他们相谈甚欢，聊了近2个小时。谈话结束的时候，经理亲自把内菲尔送到门口，并询问内菲尔是否还愿意为自己提供燃油。纳菲尔受宠若惊，表示自己非常乐意效劳，但同时他也说出了自己疑问：为什么你之前拒绝了那么多业务员，这次却欣然同意了呢？经理却笑了笑，说道：他们一进来就介绍产品，让人不胜其烦，而你不一样，你会认真听我说话，给我真实的意见，这感觉棒极了。后来2家公司的合作非常愉快，两人也在相处过程中成为最好的朋友。很多人认为，所谓交流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让对方明白自己的诉求。可直到体会了被拒绝的滋味，人才幡然醒悟，让别人听话最好的方式不是说，而是听。你只有先听懂别人的想法，别人才会去理解你说的话。纽约电话公司曾经做过一项调查，研究在日常电话沟通中哪个单词的使用频率最高。结果发现，在500个电话中，我这个字被使用了3900次。人天性就是自私的，每个人都只会关注自己。回想一下生活中的场景，当你在别人面前喋喋不休，让别人插不上话时，他的神情是不是越来越不耐烦？当你想找别人办事，却只叽里呱啦去说自己的诉求，对方是不是只敷衍了你几句？这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踩中的雷区，只想表达自己，却忘了倾听别人。如果你想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，你要做的不是着急地说，而要先微笑着听，让对方认为自己是谈话的主体，感觉到被重视、被认可。这样你在开口时，别人才会对你的话感兴趣。5. 想和谁成为朋友，就主动去麻烦谁。心理学上有个富兰克林效应，是指相比那些被你帮助过的人，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想和谁缔结关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成为求助者。这个方法也被卡耐基广泛运用在自己的教学中。
他还讲了自己学员的故事。这个学员名叫艾姆塞尔，主业是推销铅管。他想和一位铅管技师做生意，可对方总是很冷漠，每次见到艾姆塞尔都会不耐烦地摆摆手，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不过后来一次求助打破了这种僵局。那时候艾姆塞尔的公司打算开设分公司，地点正好与铅管技师的房子为邻。于是艾姆塞尔以了解新地址为由去请教铅管技师。没想到这次铅管技师并没有赶他出去，而是拉过了一张椅子，花了1个小时来给他讲解。在这过程中，他们相谈甚欢，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朋友。而这次艾姆塞尔并未提任何关于销售的请求，最终却仍旧获得了一大笔订单。一段好的关系往往就是麻烦出来的。你有棘手的问题，我愿意帮忙；我有难办的事情，也会找你求助。一而来去，两人的交集越来越多，彼此的关系才能不断加深。人与人就是这样，没有相欠，就没有羁绊。不麻烦别人，你就永远找不到关系的突破口。很多人无法和别人建立连接，就是怕欠人情，不敢开口。但其实让别人帮助你，反而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尊重和认同，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。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好感，主动求助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彼此对对方都有需求，一段关系才有继续下去的理由。有人说，真正的育人其实是育心。那些所谓的社交高手，看似让人捉摸不透，但实际上他们也不过是能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，能看懂对方一举一动背后的需求。社交本就是一种博弈，你想赢就得深谙人性的弱点，你想一直赢就得让人性的弱点为我所用。在这个实力为王的世界，提升自我才是最重要的。理解并利用人性的弱点中的智慧，能让你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。愿你我都能通过不断提升自己，赢得真正有价值的社交关系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